传闻沈锦瑶奉旨而生，出生时百花齐放，万鸟来朝。其实花是他爹种的，鸟也是他爹抓的，连时辰也是娘亲精心计算后加班加点生出来的。沈锦瑶的爹乃是官拜一品，曾掌西北3州12郡，统辖30万兵马的布衣传奇，一等镇国将军。然而那已是曾经，如今的他虽已无兵权，闲赋在家，成了生不出儿子百无聊赖的中年男人。或许是太过无聊，他开启了宏伟的皇后养成计划，但沈锦瑶的小姑母却一直觉得沈锦瑶的爹不是在给皇帝养媳妇，而是在给皇帝养打手。别家的豪门贵女皆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行止坐卧端庄秀丽，双额颦翠眉，面若凝脂，人美话不多。而沈锦瑶刀枪剑戟以达画境，斧钺钩叉更是登峰造极，万历臂力强到令人啧舌，2颗玄铁流星锤甩起来威风凛凛，花街柳巷对他来说就如同自家后院一般。你爹少年将军，拼杀半生却被杯酒释兵权，这分明就是在曲线报仇，精心将你培养出来，就是为了给皇帝添堵。想想谁家皇帝要是掰手腕子都掰不过自己的老婆，能开心得起来吗？皇帝也是要面子的呀。但皇帝的儿子似乎并不在意这份面子。当宣旨太监来到沈锦瑶家时，沈锦瑶正抱着新抓来的虎斑金钱豹磨爪子，吓得这位圣上的近臣差点没瘫坐在地上。他宣旨时嗓音都在颤抖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平远将军嫡次女沈锦瑶，温婉淑德，性贤静端，甚有才名，封为太子妃，赏凤鸣9天1见，无暇3升芙蓉锦缎30匹。先不说这圣旨里形容的人与沈锦瑶有没有丝毫关系，单听到太子妃这3个字，沈锦瑶和他爹就对视了许久，然后开始交头接耳，足足讨论了3秒钟。你是不是行贿了呀，爹？我不是，我没有，你别乱说。那我怎么成了太子妃？不是说好了我要继承你的西北军的吗？沈锦瑶爹只留下一句遇见问题请从自己身上找原因。坐在成亲的銮轿上，身后跟着爹掏空家底给他准备的兵器典籍，高手是女12人组时，沈锦瑶终于找出了原因。将门荣耀不似文臣，自古最难承袭，皇权离不了兵权守护，却又最忌惮长兵者，是以沈锦瑶爹在顶峰时急流勇退，且坚决不生儿子。但他个糟老头子也不甘心辛苦拼杀来的荣耀一代而绝，是以给沈锦瑶整了个奉旨而生的传说，还带他上阵杀敌。从沈锦瑶军功能够承袭西北军那一刻，就注定了他只有一条路能走，那就是嫁入皇家。按这个彪悍路线养出的正是沈锦瑶本人。洞房花烛夜，太子看着沈锦瑶，面露惊慌。你想干什么？肤白貌美、长腿宽肩的小太子，一边艰苦卓绝地扯着自己断成2半的裤腰带，一边面红耳赤地冲着沈锦瑶喊：哟呵，这才哪到哪？沈锦瑶起身抬手，姿态袅袅挪挪。我看你新婚之夜不耍流氓，耍什么？双节裤腰带吗？沈锦瑶的目光向下一瞟，视线落在太子3寸往下的位置，只一眼，太子的耳垂就红得能滴血。殿下，不让就去徐良娣屋里了。谁说我不去？青儿身子不舒服。啊，太子，当真要在新婚第1夜这般打我的脸？沈锦瑶笑着步步逼近，在离太子方寸之遥时微微一笑。殿下，只要你踏出这门1步，臣妾就把你上衣也扒了，绑在门口柱子上，让京城百姓都饱览您的身体。用最温柔的语气说最狠的话，沈锦瑶在心里给自己小巴掌拍得嗖嗖响，完美。太子看着沈锦瑶这堪比川剧变脸的功夫，彻底惊了。想来他身为皇后唯一嫡子，20来年皇子生涯过得平顺太过，从未被如此对待过，惊得下巴都合不上。本宫乃东宫太子，你敢？我14岁就敢一箭射穿胡军统领，16岁敢生擒白虎，如今我18了，你猜我敢不敢？沈锦瑶一把勾住小太子的领口往前一拽，刺啦一声，太子的领口劈叉了，从脖梗子直到肚脐眼，从外衬直到里衣，碎得迎风招展。身材不错嘛。流氓！太子悲愤异常的声音回荡在东宫上方，绕梁3日，尚有不绝。从沈锦瑶入东宫第2日，东宫的侧妃、良娣、侍妾都知道了一件事：从前最受宠的太子乳娘之女徐良娣要凉了。东宫的下人开始私下议论：要说这徐良娣也真是没眼色，太子妃乃是圣上和娘娘钦定的将门虎女，她竟然敢在大婚之夜硬说自己不舒服。殿下去陪她又能怎么样？一大早就被罚跪了吧？飞檐流言的正中心，沈锦瑶本人正逍遥自在地端坐正厅主位上，看着跪在地上的徐良娣。徐良娣明眸皓齿，杨柳扶腰，是个美人，但也是个蠢人。但凡是聪明人，断不会在敌我情况不明时贸然出手。他昨夜的试探蠢得没边，各军中起码会死一整个大营的那种蠢。姐姐，妹妹不知所犯何罪，竟惹得姐姐一大早如此动怒。徐良娣身娇肉贵，得宠惯了，才跪了半炷香就熬不住了，心浮气躁，又只会拈酸吃醋，只会靠色相示人，段位太低。沈锦瑶将手中的瓷白茶盏端起，无聊地轻拨几下茶叶。当本宫的妹妹，你还不配。徐良娣出身卑微，但颇得宠爱，哪里听过这等直言讥诮，当即便变了脸色。你就不怕太子殿下知道吗？你觉得闹出这么大动静，
太子殿下当真会不知道？可你看看他来了吗？徐良娣的脸色一下苍白如纸，像是不敢相信一般。沈锦瑶起身慢慢走到他身边，勾起他的下巴，仿佛勾起一条溺水的鱼。那些无聊的争宠把戏最好消停些。本宫治下跟治军一样，下作手段者杀无赦。徐良娣看着沈锦瑶，惨白着脸抖了抖。跪着吧，跪到自己想明白了再起来。沈锦瑶松开手，径直向外走。当沈锦瑶回到中殿时，尊贵的太子殿下正睡得四脚朝天。这体力太差了，得加强锻炼，不然怎么夹着生嫡子？听到生嫡子3个字，小太子打了哆嗦，嗖地睁开眼，眸中清明，没有半点睡意。哟呵，装睡。沈锦瑶心中了然，这小太子到底是黄泉中摸爬滚打出的，心眼子颇多，既知徐良娣非法不可，又不想毁了自个的深情人设，所以搁着装不知道呢。小太子演技颇高，看到沈锦瑶活像见了追魂索命的妖精，唰的把自己在被子里裹成团。大大清早的生什么嫡子？沈锦瑶心中腹诽，昨夜压榨得很了，给孩子整出心理阴影了。这是沈锦瑶看着他坐上榻，放心，今日不生。小太子长舒一口气还没说完，沈锦瑶接着说，每月初1、15，按规矩，殿下需宿在臣妾殿中，机会多的是。说完，沈锦瑶上上下下用眼光在太子周身游走。殿下你太弱了，得锻炼。本宫弱？小太子舒尔变了脸色，可不是吗？隔壁张太傅家的猫都比殿下体力好。激将法对男人，尤其是大权在握但还未上位的年轻男人，向来管用。小太子果然咬牙切齿的一把将沈锦瑶捞回床上，长指开始不安分。昨夜不过是跟你说想出京任事，太子妃倒半点不领情。等下要进宫拜见父皇母后，这梳妆打扮起来很麻烦的，别乱动。可小太子已然情动，侧躺着可怜兮兮地瞅着沈锦瑶。沈锦瑶忽然想起从前秦楼楚馆中花魁的经典台词，男人嘛，一向是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偷，偷不如偷不到，天性如此，所以看得到吃不到才是最好的预备前戏。沈锦瑶踮着脚尖轻摇，缓步向太子走去，俯下身按住太子的喉结，先指缓缓向下，太子喉结滚动，额头上起了一层细密的浮汗。沈锦瑶猛地挺手抽身，好了，就是现在。好整以暇地看着太子，殿下该走了。小太子衣襟下摆一团糟乱，胸口起伏，难以置信地看着沈锦瑶。时辰到了。沈锦瑶指指屏风旁的滴漏，一脸无辜。帝王家的情事从不仅仅关乎两情相悦，而是维系宠爱、尽早生下子嗣的战役。但凡战役，便需精心准备。战法已定，短短1刻钟内，沈锦瑶使出了激将法与欲擒故纵的连环计。太子眼中似有星星之火，但暗自隐忍。星辰月落，在马车一个颠簸时，沈锦瑶精准地栽进太子怀里，看似放肆的无意拂过太子下摆。放肆，太子妃，你倒还有当妖妃的潜质。沈锦瑶看着他，但笑不语，心中暗道：小样，勾栏柳巷哪个军中老爷们没去过？他走过的花魁厢房，怕是比小太子走过的套路还多。果然，小太子情不自禁倾身向前，可这投怀送抱的时间，沈锦瑶精准算过。就在下一秒，内侍的声音响起：殿下，神武门到了。看着小太子懊恼的神色，沈锦瑶便晓得生嫡子为要，皇家中宠爱是最虚无缥缈、抓住无用的东西。早点把儿子送上皇位才是终极目标。奉天殿中锐气腾腾坐着帝后2尊大佛，气场难分上下，一样耀眼生辉，气势迫人。沈锦瑶直起身盯着皇后娘娘，两眼直放光，心中暗道：啊，偶像！皇后娘娘虽是女流，但与陛下乃结发夫妻，陪着圣上从布衣草芥一路拼杀至至尊之位，数次招兵买马，于危城陷落中救出陛下。可以说没有皇后娘娘，陛下如今还不知道割哪碗狗尾巴草呢。大吴朝女子之所以地位颇高，能入朝为官，甚至封侯拜将，多亏皇后娘娘。瞧瞧锦瑶这孩子，不管什么时候见你，都这么眼巴巴的。太子要不是你儿子，怕是我们锦瑶还不肯嫁呢。到底都是军中长大的，气势非凡。打眼一看，朕还以为看见老六了。听完，沈锦瑶后几杯冷汗就下来了。皇上这话太损了，整个大吴朝的损都让他夺完了。六皇子是沈锦瑶的绯闻前男友，陛下不提还好，一提太子的俊脸黑的那叫一个精彩纷呈，黑中透绿。殿下宅心仁厚，霁月光风，晨曦价值，诚心诚愿，人生大幸。说完，沈锦瑶还借着宽大衣袍掩饰，悄悄在袖子下抓住太子的手，轻轻在手心挠了挠。太子嗖地缩回小手，微微侧身，半气恼半窘迫地看了沈锦瑶一眼。沈锦瑶朝他挤挤眼，他赶忙又转回身子，一顺不顺地直视前方。臣妾倒觉得渊儿和瑶儿方才并肩而来，颇像我们年轻时在永阳刚成婚的样子。这话一说完，明显感觉到殿中紧绷的气氛终于轻松了几分。皇上牵起皇后的手，皇后娘娘也小鸟依人地配合着，仿佛刚刚的插刀事件从未发生过一般。沈锦瑶暗自心里抖了抖，啧，都是演技派。陛下又赏赐些金银玉器，嘱咐太子要好好待沈锦瑶，便留了太子继续议事。
你们都下去吧。皇后娘娘则召沈锦瑶前去偏殿小憩。到了偏殿，皇后平退左右。皇后娘娘仪态万方的平退左右后，两人立刻脱鞋丢袜，靓女打挺，做起了真自己。皇后娘娘一边葛优瘫一边抖腿，方才母仪天下的样子荡然无存。瑶儿，姑母晓得将你许给渊儿，实在他娘的委屈你了。皇后娘娘与沈锦瑶的父亲乃是堂兄妹，恰逢乱世，皇后娘娘父母兄弟皆早丧，自幼由沈锦瑶父亲拉扯大，是以和亲兄妹无甚分别。哎，凑合过呗，反正嫁谁不是嫁，当你儿媳妇好歹还能横着走。沈锦瑶海报式鼓掌，一阵拍马屁，给姑母拍得神清气爽。那小瘪犊子的后宅乌七八糟，得大力整顿。见凤钗如见本宫，以后在东宫随便整，你把小犊子扒光了，都没人敢管你。沈锦瑶之所以崇拜皇后娘娘，是因为俩人实在是虎骨狗侄女，一丘之貉，一脉相承。沈锦瑶爹都说，每次看见皇后，就仿佛看见了30年后的沈锦瑶。沈锦瑶心中暗道，扒光太子这个事，全天下除了他俩真敢想，真敢干，还有谁？姑母放心，包我身上。皇后娘娘未入宫时，那可是混社会一把好手，如今就算荣登高位了，显然也对这些后宫鸡毛蒜皮之事兴趣索然，很快赚了话头。哎，对了，钦天监管事的说，今年是大旱之年。胡人整天放养不搞农业，只要干旱必来抢粮食啊！可不咋的，烦人！我让糟老头子抓紧练兵了，削他，必须削。但是谁带头削呀？好像只有你爹了。我爹呀，那自己人，让太子也跟着练呗。他连鸡都不敢杀，以后怎么当皇帝？姑姑你安排安排。皇后猛地一拍大腿，一个鲤鱼打挺坐了起来，风风火火地往外冲。干啥去啊？战场凶险，我得给你们准备点东西。啥东西啊？好东西。皇后娘娘是个实在人，赶沈锦瑶出宫时，各类宫廷秘药装了足有2大车，什么龙虎酒、老参丹、鹿血丸。沈锦瑶怀疑皇后娘娘把太医院存货全一锅端了。车架里，小太子一头雾水。母后赏你了，什么东西？怎么神神秘秘的拿绢布盖着？好东西。什么好东西？太子此时还不知事情的严重性，天真开口。沈锦瑶贴近他，在他耳垂处轻咬一口，能让你比太傅家猫还骁勇善战的好东西。小太子哪曾听过这等虎狼之词，蹭的一下坐开老远，耳垂似能滴血。不可白日宣淫。正义之声却随着沈锦瑶越贴越近，越来越小，最后细若蚊声。别闹，正在街上呢。沈锦瑶却毫不在意的直接靠在他怀里，伸手在他胸口麻撒。怕什么？太子出行半副銮驾的阵仗，提前半日便会清街罢市，只等贵人通行了。太子便是在这像昨夜那样鬼哭狼嚎，也无人听得见。闻言，小太子一凛，掀开帘子看向车外，繁华街道上果然闭户歇市，空无一人。此时正是晌午，商贩不做生意，如何养家糊口？沈锦瑶心中暗道：不错嘛，这小子比他想的聪慧，静下便听懂了弦外之音。自然是有米下锅便煮粥，没存粮便逃荒。一应人等，传本宫令，收銮驾。日后出行清街所经之路，不可超过3炷香之时。沈锦瑶侧头看他，这小子虽身娇玉贵，但日后或许会是个好君主。小太子被沈锦瑶盯得心里发毛。太子妃为何这般盯着本宫？殿下英明神武，人心仁德，妾身自然是看得情不自禁，想一清方泽。銮驾一丈繁杂，脚程甚慢，从皇宫到东宫少说半个时辰，这么宝贵的时间怎么能浪费呢？小太子心生畏惧，张口就想喊救命，却被沈锦瑶抢先一步捂住嘴。这可是皇后娘娘懿旨，殿下敢不从？小太子不仅敢不从，他还敢跳车逃跑。本宫还有要事，我走先。沈锦瑶看着太子两手拎着自己摇摇欲坠的裤腰带，逃窜的健步如飞的背影，心中觉得他成长了。以他裤腰带如今这个壮烈牺牲的频率，想必他很快就能习惯没有裤腰带的生活。沈锦瑶刚打算去追杀他，扑通一声，不远处传来重物坠地的声音。有热闹不看王八蛋！沈锦瑶轻功一展，掠过去，再顺手那么一捞，一个如花似玉、腰身盈盈不堪一握的美人，正柔弱无骨地躺在他怀里，正是徐良娣。徐良娣，大中午不睡觉，你搁这练蛤蟆神功呢？不是，回太子妃娘娘，我家小主在减肥，这是饿趴在地上的。沈锦瑶缓缓打出一个问号，看看徐良娣那大腿还没有自己胳膊粗的小身板，心中暗道：现在的后宫竞争这么激烈吗？可他看姑母小脸吃的贼圆啊！你捡的哪门子肥？我爹成天追着我姑屁股后头喊：娘娘不能再吃了，再吃脖子没了，他都装听不见。你这大风一刮，能飘天上当风筝的小体格子，捡个毛线！徐良娣小脸煞白，晕晕乎乎间把沈锦瑶当成了太子，埋在他怀里就哭。殿下，别赶臣妾走，
臣妾已经吃得很少了，日后会吃得更少的。沈锦瑶心中暗道，感情罪魁祸首在这呢。太子爱细腰，宫中饿半死，他东宫中的妾室都不吃饭，婢女和宫里的娘娘们都不吃主食。沈锦瑶当时就震撼了，不吃饭，军中干饭都是按盆装的。好吧，怪不得这东宫如此冷清。太子如今都快23了，一个崽子都没生出来。传本宫令下去，从今日起，东宫每餐标准2荤1素，1碗米饭，早晚各跑1里路，吃不完，跑不动者，罚俸半年，加强东宫体制。从我做起，1天1碗饭，强壮东宫人。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？沈锦瑶就是安排好了东宫公务后，沈锦瑶开开心心去赌太子，觉得此夜花好月圆，甚至适合做一点太子不爱做的事情。丰满，把皇后娘娘赏的鹿血酒拿2坛过来。小太子被堵在床上，小脸煞白。2坛。太子一边说一边悄咪咪地往床角挪，想跑。沈锦瑶心中暗道，这样能让他跑了，本宫以后还怎么在京城恶霸圈子里混？沈锦瑶将床边的锦带抽下，以带为绳，嗖地绑住小太子的窄腰，向后一拽，太子就像倒带一般又躺回了沈锦瑶的怀里。四目相接时，小太子脸红得像熟透的番茄，轻轻一掐就能破皮。呦呦呦呦呦，瞧瞧这小模样，这谁能忍得住不上去揉两把？沈锦瑶低头在他耳边吹一口气，殿下，天亮之前别想沾地。小太子桃花眼附上一层薄雾，燥热的厉害，随即闭上眼，认命一般。明日有宴，别亲脖子。沈锦瑶心中暗道，听听这觉悟，本采花大盗今晚就要来糟蹋太子这朵娇花。就在沈锦瑶即将得手时，窗外忽然有一队夜跑人马喊着口号跑了过去。1、2、3、4，干饭人，干饭魂，不干不是东宫人。气氛一时就有些尬住，好容易等人马路过安静下来，沈锦瑶和太子眼观鼻鼻关心。我再来。太子配合的闭上眼，沈锦瑶刚一俯身，还没上嘴，口号声再次响起。1、2、3、4，每天1碗饭，强壮东宫人。什么是报应？这就是报应。沈锦瑶和太子听了一晚上嘹亮的口号声，骑马4个梯队，赶月亮都快上到正中天时，俩人困得眼都睁不开了。还来否？我下次一定。短短1个星期后，东宫内的众人一改往日病病殃殃的模样，变得容光焕发，精神抖擞。晨练时，长壮实了起码5、6斤的徐良娣脸色红润，但面带担忧地问沈锦瑶：“娘娘，万一回头太子嫌弃妾身胖了怎么办？”放心，他不养你们，我养，保证不比太子养得差。毕竟我可是太子妃。建威将军心想两头拿，小太子的俸禄也不见得比我多多少，养区区几个侧妃不在话下。那妾身先谢过娘娘了。这话一出口，原本前后左右慢跑着的莫良娣、柳侧妃、楚侧妃全都不跑了，呼呼啦啦围过来，两眼放光地看着沈锦瑶。娘娘你真好，姐姐放心，妹妹们不会白吃白住的。娘娘志在家国，有何吩咐，只管对妹妹们说就是了。对啊，进入太子府3年了，都快忘了鸡腿是啥味了，多亏娘娘来了。沈锦瑶心中暗道，一不小心把太子的宫妃全策反了，怎么办？管他的，反正他也打不过我。沈锦瑶略一思量，开口说道：“我大吴朝与羌族大战在即，妹妹们可想为国献一份力？”大吴朝虽女子也可为官，但毕竟是少数。这些后宫女眷们大概生平头一次有人问如此问题，一时都有些上头，激动地回答：“当然想了。”好，那各位妹妹都有何特长啊？妾会养小鸟，妾会裁衣，妾喜欢制药，妾善于算术。沈锦瑶心中暗道：哎呀！太子这后宫简直个个是人才啊！沈锦瑶首先谨慎而兴奋地握住莫良娣的柔仪。这个鸟是正经鸟，不是那种鸟吧？当然是正经小鸟了，娘娘打趣妾。军中战士通信常用的都是鸽子，那玩意儿太显眼了，3里地外都知道有人搁着传信呢，太招摇。你寻思，还有啥其他喜鹊、乌鸦之类的适合传令？如何？娘娘放心，妾还是头一次接到这样重要的任务，一定好好掏鸟窝啊，不是，好好养鸟。徐良娣不甘落后，向前一步。我呢？西北冷啊，一到冬天，那冷风刮得嗖嗖的，冻得刀都拿不住，有时候一拿起来，咵嚓掉脚背上了，那疼得直冒眼泪，拿不住刀砍不了人啊。徐妹妹，你研究研究，有没有啥手套、脖套能既保暖又能砍人的？懂，马上就安排。楚妹妹擅长制药，能不能整点好揣兜里、起效又快的毒药？娘娘要毒药干什么？我军这不都要打探敌情吗？那正式开战之前，双方小探子都派得嗖嗖的，但这也容易被抓呀，一被抓那就是生不如死。为了扒出情报，对方有啥狠招都咔咔往上使，什么抽筋扒皮都算轻的，
这毒药是为了我方将士被服时，能够自行选择要不要了断，少受点苦楚。妹妹懂了，必尽力。沈锦瑶又看向柳侧妃，双手握住她的手。打仗的时候传命令，那难的呀，10个传令兵派出去得死一半。妹妹精于算术，可否想想有什么加密的法子，能让命令只有咱们自己将士听得懂？娘娘，容我想想。我不急，慢慢想。诸位妹妹都好好想，术业有专攻，军中都是糙老爷们，想出的办法都更为粗犷。虽说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，但女子们心思更细腻，想出的法子说不定别出心裁呢。沈锦瑶一抱拳，躬身行的是正儿八经的军中对谋事理。诸位妹妹，今日起我西北军就仰仗各位智囊了，只要能想出法子，有任何需求尽管找我。安排完任务，沈锦瑶一回身，却正撞见一双桃花眼。太子今日要去赴宴，难得的华服正装，锦衣玉冠，公子是无双。玉面公子看着沈锦瑶，眼中似有星辰，一瞬不瞬。太子看我作甚？原来太子妃不耍流氓时这般潇洒。沈锦瑶心中暗道，想调戏我。太子喜气洋洋的去赴宴，回来时却脸色沉黑，如进烟雨。怎么了？这是谁惹到殿下了？沈锦瑶难得贤惠，替他斟了盏茶，实则2只耳朵竖起来，本能觉得有八卦。太子端起茶，一饮而尽，接着嗖的站起身，拉着沈锦瑶就往房中带。如钦天监预测，河西少雨，旱灾避无可避。只是太子妃可知赈灾钦差是谁？看着小太子气得七窍生烟这副模样，沈锦瑶心下了然，莫非是六皇子？是，六弟。母后说，储君乃国之根本，不生个崽子出来，休想踏出京城一步，赈灾没我的份。沈锦瑶心中暗道，怪不得太子今日回来着急忙慌往内室跑，原来是等着生嫡子呢。沈锦瑶挑起小太子的衣领，西北旱情日益糟糕，要不了3月，羌族大军必临城下，到时候殿下不怕皇后娘娘还不让你上战场。风竹，把鹿血酒、虎骨丸全拿来，有多少来多少。沈锦瑶心中暗道，哟呵，这口气很狂啊！但很快沈锦瑶就疑惑了，这小子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？温润如玉的那个小郎君是不见了，眼前这个不知疲倦、不眠不休的小郎崽是哪来的？饶是沈锦瑶身强体健，腰杆甚好，可晚上刚绕着东宫跑了4圈，他可没喝鹿血酒。那个，要不中场休息一下，喝点水。小太子眼中已有一丝薄雾，声线哑得厉害，挑起酒杯，仰头饮下一口，酒的热度缠成一线。太子妃可是撑不住了，撑不住就睡会儿。沈锦瑶抬眼正撞进一双涟漪层层的墨眸，心中暗道，跟我玩激将法很好，一嗨就吃这一套。沈锦瑶略一用力，顷刻间天旋地转，直接将壶盖扯了，仰头一饮而尽，看着太子笑得笃定。良宵苦短，谁撑不住还不一定呢。有一说一，太子最近努力的有些过分了，东宫的工人都整出来条件反射了，一看见太子往沈锦瑶屋里走，就开始往外掏龙虎酒，连膳房都心照不宣的，把1日3餐变成了清炒山药、白灼秋葵、炭烤牛鞭、老公鸡炖汤。4位侧妃良娣更是挖空心思的搜集怀孕秘籍来，什么正午吃2双黄蛋，晚上拿秘方泡脚。在众人的努力下，沈锦瑶终于吃胖了整整6斤。徐良娣忧心忡忡地摸着沈锦瑶日渐丰腴的腰身，娘娘，您再这么吃下去，明日就又得给您裁新衣了。沈锦瑶伸手又捏了个莫良娣给烤的秋葵干，彩虹屁张口就来。徐妹妹裁的衣服样式新颖又合身，比宫中的御制服饰都不遑多让。徐良娣闻言面上一红，神神秘秘地从怀里掏了东西出来。沈锦瑶定睛这么一看，直呼内行，好家伙，徐良娣把手套的指尖给裁了，虽然只是小小一个改动，但原本笨重不灵活的毛线套瞬间变灵巧了许多。沈锦瑶戴上试着耍了耍剑，不错，好用，要是能织的再趁手些就好了。将士的手胖瘦长短各不一。沈锦瑶忽然灵光一现，嘱咐身旁的丰年，丰年，传信给爹爹，拨3000两纹银，采购毛线和织针。家中有女眷会织手套的，统一按市价工钱2倍征用，务必入秋之前装备完毕。丰年是12婢女中轻功最好的，禀命后足尖一点，转瞬便没了踪迹。沈锦瑶从腕上摘下一个羊脂玉镯，套在徐良娣手上。我替西北边军30万将士感谢你。娘娘，我们也想出了一个法子，不知能不能用。柳侧妃朝沈锦瑶一拜，和莫良娣略一对视。莫良娣屈指为哨，一声嘹亮哨音后，一只铜雀叽叽喳喳地飞了出来，长短不一地叫了数声。娘娘，雀鸟在南北都常见，叫声清越，聪明又飞得快。妾想出了一种雀语通信的法子，按照叫声长短不一划分，代表不同的10个数字，按照数字每4个数一组，
对应书册上的页码和字数。只要娘娘培养出一批会听叫声的兵，即使一本书被破获了，立刻换一本新的就是。妙啊！按照这个法子，传令速度将快数倍不止，且极难被破解。沈锦瑶激动地一拍桌子，恨不得把满头的珠钗宝簪全都赏给柳侧妃。柳妹妹，你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人才，如你愿意，我立刻便向陛下请命，封你为从三品骠骑校尉，莫妹妹为你的副手，负责传令部培养，如何？可是我连刀都不会用，真的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你虽不懂刀剑，但方才你所说的法子能抵千军。柳侧妃眼眶微微有些发红，看着沈锦瑶足有3秒，忽然猛地跪了下去。卑职谢将军。唯一进度慢些的是楚侧妃的1秒封喉药，她这些天光抓着沈锦瑶灌补药了，因此进度慢了些，但已经出具雏形，甚好。可沈锦瑶刚闻完，一股剧烈的晕眩立刻铺天盖地的袭来，她撑着后腰干呕了半天，啥也没吐出来。倒是精通医术的楚侧妃看出来些门道，薅了沈锦瑶的手腕子就开始把脉，越摸表情越欣喜。娘娘有喜了，咱们太子府要有小世子啦！这消息来得很突然，一时间魏美人全都激动地跳了起来，抱成一团土拨鼠尖叫。沈锦瑶一时间都有些恍惚，感觉他们好像才是肚里崽子的亲爹。诊出有孕后，楚侧妃立即如临大敌，此消息必得严加封锁，在娘娘顺利生下嫡子前，吃穿用度都得小心。沈锦瑶赶紧薅了个红薯干压压惊。怎么说？娘娘有的是人不想让东宫生下嫡子，比如六皇子。六皇子是沈锦瑶的绯闻前男友，前脚向陛下求娶沈锦瑶不成，后脚就娶了丞相家千金，如今儿子都生了俩了。根据大吴朝不成文的潜规则，为保皇室血脉延绵，没有嫡子的皇子不能荣登大统。以后娘娘的衣服全由我来打理。莫良娣则承包了沈锦瑶的吃食，楚侧妃和柳侧妃则负责诊脉和试吃，安排得明明白白。不行，别的就算了，柳依然，你得给我去军中干活去，这个没得商量。天啊，这可是我们的第一个崽子，难道我就要这么错过吗？柳侧妃哭唧唧地看了沈锦瑶一眼，一副苍天不仁，我为祖肉的模样。沈锦瑶面无表情。没错。柳依然嘤嘤地去找楚教哭诉，后者毫不犹豫地撒腿就跑，连个袖子都没让他抓着，跑的姿势还挺飒。沈锦瑶一时不敢大意，让风竹亲自去宫中禀报公母及太子，近来羌族异动频繁，开战就在不日。可没想到，好巧不巧，就在今天，原本姑母还在犹豫，可风竹这个及时雨的消息一到，此次的副元帅立刻就定了下来。沈锦瑶爹挂帅，太子挂副帅，太子一身甲胄，已有了几分杀伐决断的将军模样。锦瑶，对不起，你方有孕，我就要出征了，不能守着你。你我之间无需说这些，我本也不是什么需要夫君守护的柔弱女子，殿下保重自己，我和孩儿等你回来。太子抓着沈锦瑶，又是叮嘱按时吃饭，又是念叨少吃零嘴，又是啰嗦别逞强跑步，絮絮叨叨了足有3炷香。沈锦瑶终于忍不住了，殿下，你怎么比我娘还啰嗦？这不是担心你吗？照顾好自己，战场可比东宫危险多了，战场凶险，即便尊贵如太子，暗枪冷箭也不会绕着你走一分。上战场别逞强，打得过就往死里揍，打不过就跑，不丢人。太子一双桃花眼一瞬不瞬盯着沈锦瑶，像要看穿一汪深潭来。沈锦瑶被他盯得不自在，下意识地退了半步。干什么这么看我？太子忽然长臂一伸，将沈锦瑶直接拽进一个温暖的怀抱里，空气亦是静谧至极，只能听见一声声隔着甲胄的灼热心跳。小太子的声音闷闷地在沈锦瑶头顶化开，就想多看你几眼，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。别说这些不吉利的，我等你回来。好。说完，太子悄悄往沈锦瑶手中塞了封信，急匆匆就往外跑，边跑边回头。不许偷看哦，等小世子出事了才能看。你怎么知道一定是男孩？女孩也很好，像你一定是个顶天立地的女将军。回去吧，外面风大。小将军又挥了挥手，冲着沈锦瑶笑。沈锦瑶没来由的一阵心酸，不为自己，却为阿娘。原来这就是送亲人出征的感觉吗？自己出征时只觉得意气风发，神勇无比，可背后站着的人只能笑着挥手，说一句活着回来。此役甚苦，从春初一直打到深秋，枪戟折损，粮草不济，敌军已是强弩之末，战役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。可沈锦瑶总觉得有些不对，京城远在千里之外，他又在东宫中养胎，孕中反应极大，昏天黑地。六皇子自赈灾有功后，加封七诸亲王，是最能威胁东宫储位的政敌。他是最不希望看到太子凯旋的人，更何况此人不是什么不忍看见百姓受苦的良善之人。当初他攻陷胡地一城后，毫不留情地屠城，只为快速扬名立威，可他一直没有动作，这很奇怪。风竹一边替沈锦瑶揉着眉心，一边不停絮叨：娘娘少忧思，楚侧妃不都叮嘱了吗？您就想太多，孕中危险，不能神思过重，前线危险，其他11位护卫，
您全都派去前线护佑太子了，身边现如今只剩下奴婢，您可不能再出事了。别念了，我都快在东宫闷死了，陪我出去走走。风竹拗不过沈锦瑶，只好陪她一同乔装出门。说来这还是沈锦瑶怀孕后第一次正经出门，不出不知道，一出吓一跳，街上零零散散多了不少难民。这些难民是哪来的，知道吗？听说是北地逃战乱来的。沈锦瑶心中暗道，北地不对啊，她在北地生活了10几年，这些人的口音完全不是西北口音，更像是中原地区。沈锦瑶捏了2个铜板，递给离东宫不远处的一位老人家。老人家，能问问您从哪来的吗？谢谢夫人。回夫人，我是从靖西汾阳来的。沈锦瑶微微凝神，换了汾阳土话问他：你在汾阳生活了多久啊？老人家忽然一愣，支支吾吾了半天答不上话。沈锦瑶又加了一串铜板，说实话，否则……风竹潇洒地亮了亮佩刀，老人立刻怕了。我说，我们本是禹州逃难来的，禹州旱灾，颗粒无收。可官爷说，要想进城活命，就不能说自己是禹州的，只能说是西北的。为何？年初陛下不是已经提前拨了赈济银两，还特派了钦差前去救灾？贵人要能活命，谁想逃荒？您说的赈济粮，除了几个州府，我们底下村县是1分都没见着呀。沈锦瑶心中大怒，什么只救州府不救村县，算什么救灾？分明是做样子赈灾。陛下轻拨了9000万两雪花银，就这么被糟蹋了。风竹，将消息传给皇后娘娘，请她彻查。是，此事并不难查。皇后娘娘的密探撒出去不到7日，就回禀了实情。六皇子拿去赈灾的银两不到所拨30%。沈锦瑶立刻心中警铃大作，若他只是贪墨了，倒简单，抄查了拉倒。可他若是拿来暗中养兵马了呢？那救济中可不仅有银两，更有3万担粮草。不管他是暗中屯兵，亦或是更可怕的，拿去通敌资助胡军，都将是致命的。不好，拿着我的手书，速去禀告皇后娘娘，六皇子怕是要反。风竹一出门，沈锦瑶立刻安排东宫对外谢客，生人一律不得入内。边塞决战在即，六皇子若要动手，就在不日。徐良娣和楚侧妃匆匆赶来。娘娘，这是怎么了？我近日怕是要出乱子，你们就宿在我院中，如果出了什么事，就躲进西厢房下的暗道里。一直到了晚上，风竹才回来，带回了一个极坏的消息。娘娘，六皇子不见了，消失了已有月余，但王妃和世子都还在府中。沈锦瑶立刻吩咐全府进入戒备状态，喊来管家。管家，我的嫁妆里有不少刀兵，吩咐下去，府中不管男女老幼，人手1件，以防不测。巡逻的次数增加到每一炷香1次。沈锦瑶心中盘算，3万担粮食够7、8千兵马吃1年。六皇子本就不想鏖战，手中兵马一定满员，配置超过1万。京城禁卫军本有2万人，但近日难民甚多，六皇子上谏，调出了2/3人手在周边维持秩序，赈灾派粮。若沈锦瑶是六皇子，便一定会趁这个空档，调其全副精锐逼宫，速战速决。好在他们察觉及时，陛下已经下令关城门，严阵以待。只要坚持过今晚，周遭禁军明日便能回防。所以最危险的时刻就是今夜了。六皇子若要强攻，只有今夜一次机会。思索间，血红色的烟花在暗夜绽放，杀声骤起。忽然间，京城内杀声震天。东宫门前，六皇子拉了500精锐，清一色排开，每个人身前都跪着一个妇孺幼童。六皇子的副将上前叫阵：沈锦瑶，王爷知道你本事厉害，固守不出这一夜，必然攻不下来。所以你若是不开门投降，本官就每一炷香杀10个幼童。卑鄙，太卑鄙了！沈锦瑶趁着夜色飞上府墙堡垒处，命人点起火把。楚继明，你想怎么样？黑夜中，迎着火光与刀兵，沈锦瑶正看见六皇子的脸苍白诡谲，与太子五官5分相像，只是眼神冷得像冰。六皇子骑在马上，淡淡一笑：锦瑶，投降吧，你知道的，我舍不得杀你。笑话，楚继明，都是刀尖上滚过来的人，几时见过老子投降？六皇子脸上带着笑意，一刀砍向离他最近的少女，却并不下死手。少女发出凄厉的惨叫：啊，救救我！娘娘，你救救我！尖利的呼救在夜空中毫不留情地刺激着耳膜与心脏。可沈锦瑶不能松口，六皇子想抓他，定是想拿他威胁皇后开宫门。皇宫的禁军是精锐中的精锐，他的兵力攻不下，所以才会出此诛心之术。楚继明，征战多年，什么惨状我没见过。你今日若是将他们杀光，我明日便灭你3族，一位无辜之人在天之灵。但你想靠这种法子让我投降，痴人说梦。早知道锦瑶杀伐决断，心冷得很。六皇子挥挥手，一个熟悉的身影被压了出来。他呢，号称一将顶千军的柳参将，你也不救？那是柳莹然，柳侧妃。沈锦瑶心中暗骂：该死，他不是和莫良娣在城外西垒营训练吗？看如今这光景，只怕西垒营要么投敌了，
要么已被攻破。沈锦瑶尽力控制，让自己面不改色，无分毫表情波动地与柳侧妃遥遥对望一眼。柳侧妃冲着沈锦瑶忽而笑了，笑容凄美而壮烈。将军莹然从小就想当英雄。莹然，不要。可柳莹然毫不犹豫，猛地转身，直直朝身后利刃撞去。柳莹然的训练果然成了，悲愤与喜悦一起涌上沈锦瑶的心头，她只感觉到热血在腔子里翻腾。柳参将此仇不报，本将军誓不为人。沈锦瑶弯弓搭箭，一箭射向了楚继明身边的副将。楚继明以为沈锦瑶要杀他，毫不犹豫地从旁拉了平民挡在身前。殊不知沈锦瑶早就知道他会如此，一开始瞄准的就不是他。这一箭，沈锦瑶用了10乘10的功力，气贯长虹，一箭便将他的副官射了个透心穿，血溅了六皇子一脸。楚继明，还有什么招数尽管使出来，但你记住，老子必要你10倍奉还。狠话刚放完，沈锦瑶腹中忽然传来一阵剧烈绞痛，该死，方才情绪翻涌，再加上弯弓搭箭，只怕是动了胎气。沈锦瑶咬着牙运了内力，朝四方扩音：今日殉国者，不论军民，皆以烈士厚葬，因此印族。好，好，好，因此殷族是吧？沈锦瑶，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封得起满京城的族。生孩子真疼，比被虎头铡砍了还疼。但更疼的是六皇子下令屠城了，这个疯子！城中禁军几乎全部守卫在皇宫，弃了城门。城中百姓此刻如年板上的鱼肉。该死！楚继明这是恼羞成怒，想引起天怒人怨，再把怨气全引到沈锦瑶和皇后头上。好一个伤敌1000自损800的招数！楚继明造反不成必遭诛灭，他自己做不成皇帝，便想让东宫也为他陪葬。毕竟沈锦瑶毕府门固守待援，虽能保全自己，但也等同于坐视百姓被屠戮而无所为。这滔天血债总不可能让皇上背，那就只有沈锦瑶背了。好一个狠毒的六皇子！沈锦瑶忍住排山倒海而来的疼痛，喊来楚侧妃。楚侧妃，我记得你说过有一个催产的法子。娘娘，你要干什么？这个法子会伤及本源的。这会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快，一定要快！风烛，传我令，东宫府兵放弃护府，全数迎敌。娘娘三思啊！我意已决，护卫不了百姓的东宫，要之何用？楚侧妃的法子果然管用，不出半个时辰，孩子便生了下来。沈锦瑶只看了一眼，咦，真丑，红红的，皱皱的，但是怪可爱的。惜哉，娘亲不能陪你长大了。我还有最后一仗要打，你们在这儿我会分心的。乖，躲去地道里。姐姐骗人，哪有什么最后一仗？你分明是想自己扛。风烛，带他们下去，这是军令。风烛含着泪看沈锦瑶，见他目光决然，丝毫没有退让之意。风烛只好单膝跪下，郑重一拜，卑职遵命。一口气说完这么多话，沈锦瑶头晕得发黑，看向楚侧妃：妹妹，我还需你保住我半个时辰的性命，你可能做到？总算感觉恢复了些许力气。按时辰算，六皇子差不多该来了。果然不消半刻钟，一阵浓重的冷气伴随血腥气扑面而来。沈锦瑶，你把自己搞成这副模样，是为了让本王心软吗？沈锦瑶睁眼正对上六皇子阴鸷的眼神，笑了笑，一顺不顺地看着他。生不能同情，但要是能死一块，好像也不错。六皇子沉默半晌，沉下眸。锦瑶，当初我向父皇求娶，为何你不肯嫁我？2个兵权在握的人结亲，就算我肯，陛下肯吗？这话半真半假，陛下不肯是真。沈锦瑶不肯，却是因为六皇子性子太过嗜杀，不适合为2世君主。他今日所为，更印证了沈锦瑶昔年的判断。沈锦瑶拭着泪水，学着徐良娣楚楚可怜的模样。继明，我好冷，我是不是快死了？六皇子仍然冷着眸，但到底还是坐下身，环住了沈锦瑶。沈锦瑶看向他，眼中满是款款深情。六皇子沉静如深潭的玉眸，却在最后一刻看见六皇子明澈的眼神。锦瑶死在你手里，也算无憾。说完，唇上拂过星星点点的凉意。旧日爱恨聚已成风。沈锦瑶心中疑惑，吃了绝命药，他不是应该死了吗？怎么还会听到有人喊他？伴着疑惑睁开眼时，正对上太子布满血丝的双眸。向来芝兰玉树的太子一身战甲，血迹斑斑还没来得及换，一双墨眸更是写满了憔悴。你怎么回来了？别说话，你好不容易从鬼门关里回来，再多歇歇。太子慌慌张张地倒了杯温水来，沈锦瑶喝下后，总算感觉自己半只脚踏回了人间。听闻你病危了，我就什么也顾不上，快马加鞭回来了。从西北回来，就算日夜兼程，起码要3日。沈锦瑶晃晃还不甚清明的脑袋。我睡了多久？7天。沈锦瑶看了眼衣服都没来得及换的小太子，一向白净的脸黑了些，瘦了些。你就这么守了我7天？太子不说话，只是一双眼睛一瞬不瞬锁住沈锦瑶，似乎生怕他又凭空消失一般。锦瑶，莫说7天，便是7年，我也守。这话听得沈锦瑶心里咯噔一声。这么说来，
若是那日他真死了，现在正好是头七，难道他不是真的活了，而是回魂夜？沈锦瑶猛地一把掐住太子的脸蛋，疼疼疼！哦，知道疼啊，还好还好，那就是真活了。沈锦瑶放心下来，撒开手又惊觉不对，你回来了，前线怎么办？六皇子死的消息是一同送到的，北狄一听便投降了。什么？沈锦瑶心中了然，看来这六皇子果然和羌族有勾结，怪不得这大旱之年，羌族还能在节节败退的情况下连攻数月不退，搞了半天赈灾的银两和粮草，拐了个弯直接资敌了。这六皇子为了一己私欲，不惜罔顾人命江山，是个狠角色。若是托生个普通将军，会让敌人闻风丧胆，可惜他生在了帝王家，要是不吃那绝命丸，说不定我就真死了。原来楚侧妃研发出的是千古难见的假死药，7日内只要吃了解药便能醒来，不吃就真死了。血崩之势本止不住了，可假死药让沈锦瑶脉象全无，止住了血。那几日，楚侧妃又不停地给沈锦瑶灌各种止血补气的补药，这才逃过一劫。沈锦瑶心中暗道：哎呀呀，怎么上了一趟战场，成了这么个楚楚可怜的小模样？沈锦瑶一时忍不住色心，趁着姿势反手在他腰上捏了一把。嚯，全是肌肉，起码8块，可以啊，小伙子，士别3日，当刮目相待啊！闻言，小太子脸嗖的一下红了，只不过因为黑了不少，较往日不明显些。沈锦瑶忍不住笑出声，刚想往上扑，一股奇异味道扑面而来。大哥，赶快去换身衣服，我怀疑我是被你熏醒的。英英，锦瑶你好，无情无义，无理取闹。沈锦瑶抖了抖，这孩子到底在军中学了些什么？但是他不喜实在是下不去嘴呀。沈锦瑶只好故意冷着脸，快去，不想再要个小世子是不是？不要了，就剩这么个小王八蛋，差点害得你没命了。我们不生了，一个就够了。沈锦瑶隐约听出了点不妙的意思，上上下下的打量他。你该不会是受了什么伤吧？小太子蹭的一声站了起来，就往浴池跑，边跑边喊：本宫还会回来的。沈锦瑶撑着头看着小太子的背影，忽然觉得就这么过一辈子也挺好。